关于唐高祖李渊，有一个很隐晦的事情，后世很少提及。根据《尚书故事》记载，李渊的名字叫李世渊，曾有碑刻可以证明。这就很奇怪，李世渊和李世民本是父子，但他们俩的名字乍一看却像兄弟俩。这种情况在汉人文化中非常少见，所以历史学家陈寅却明确指出，此例足证李习于胡俗。陈寅恪的意思是，李唐皇室本是鲜卑人，鲜卑人早期的姓名并不体现辈分。玄武门之变后，唐太宗李世民登基，他干涉国史的编撰，把父亲中间的氏字几乎全部抹去。李世民为了美化自己，说李唐皇室出自陇西李氏，由于中间的世系传承一直不能说清楚，所以唐朝的7大豪门一直不愿承认李唐皇室出自陇西李氏。可能因为李唐皇室本身就是胡人血统，自李世民开始，唐朝几乎每朝都会重用藩将，如太宗时期的弃必合力就是铁勒人。到了开元年间，为了防止汉臣功高震主，唐玄宗对藩将更加重用，这其中最著名的胡人将领莫过于安禄山。公元755年，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，折腾了唐朝8年时间，把一个盛唐硬生生拖垮。这场浩劫并不叫安禄山叛乱，而是叫安史之乱，因为除了安禄山之外，还有一个史思明。史思明虽然是安史之乱的2把手，但和安禄山相比，史思明才是机关算尽的大奸雄。剑桥中国隋唐史认为，若史思明不是被儿子弑杀，他很可能取代唐朝。史思明这个一直藏在安禄山阴影中的大奸雄，他的破坏力被世人严重低估了。根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史思明和安禄山都生于突厥部落，史思明比安禄山大了1天。史思明生于腊月30，安禄山生于正月初1。很小的时候，史思明和安禄山就是很好的伙伴。公元742年，唐玄宗把年号从开元换成天宝，或许是因为换了年号，唐玄宗日益骄奢，轰轰烈烈的开元盛世也变了味道。这一年，安禄山凭借一味钻营，获得了平卢节度使的位置，而史思明也成为了知平卢军事，是安禄山的军事副手。同年，唐玄宗召史思明入朝觐见。唐玄宗应该对他很满意，因为不久之后，史思明升任大将军、北平太守。此时，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地方大员，手握重权。13年后，安禄山携范阳、平卢、河东3地20万兵马起兵反唐。安禄山起兵之前，已经秘密知会史思明。在安禄山起兵的同时，史思明以迅雷之势率兵攻打常山，俘虏了常山守将颜杲卿，也即颜真卿的堂兄。史思明在此后挡住河北兵马的反扑，替安禄山守住了范阳。当时河北已经乱成一锅粥，河北守将历经万险将安禄山叛乱的消息送到长安，唐玄宗竟然不信。直到叛军攻入河南，逼近洛阳，唐玄宗才匆忙应对，所能做的也只是赶紧从长安跑路。这一年，安禄山在洛阳称帝，建立大燕。史思明在安禄山面前表现得非常恭顺，俨然成了最拥护安禄山之人。只是这场叛乱之所以叫安史之乱，史思明就注定不是安禄山的配角，因为史思明是后发制人，他所表现的破坏力远比安禄山要让人头疼。作为一代枭雄，安禄山有2个非常致命的缺点，第一是身体不好，第二是脾气不好。安禄山因为身体疼痛难忍，经常责打臣子泄愤，连儿子安庆绪也经常遭到辱骂。公元757年，安庆绪趁安禄山熟睡时，用刀刺入安禄山的腹部，安禄山命丧黄泉。从他自立为帝到去世，仅1年时间。安禄山死后，安庆绪宣布即位，成为大燕第2位皇帝。安禄山死了，隔壁的史思明开始了另一番思考。史思明长期受制于安禄山，虽然2人是发小，但关系并没有那么铁。旧唐书曾记载2件事，其一，天宝10年，史思明随安禄山征讨契丹，结果大败，史思明带着700多名残兵躲在山谷之中。安禄山为了逃避追责，把身边的2位副将杀掉顶罪。后来史思明归来，听闻此事后大惊道：还好我出现的晚，要不然被杀死顶罪的人恐怕就是我。可见史思明对安禄山早有戒心。其二，安史之乱爆发之初，安禄山让史思明去攻打饶阳，史思明兵力不够，
向安禄山请求增援未果，还差点被郭子仪和李光弼前后包抄了。通过以上2件事可以看出，史思明早对安禄山不满了。如今安禄山骤然去世，史思明不但不悲伤，反而如释重负，因为接下来他将要成为这场叛乱的主角。这时候的安庆绪和史思明可谓各怀鬼胎。安庆绪怕自己刚上位，史思明会对自己不利，因此拼命示好，但他并不信任史思明。而史思明自认为自己资历高，不愿意给安庆绪这个小辈打工，他占据范阳，拼命拉拢势力，他想吃掉安庆绪，自己做老大。安庆绪毕竟年轻，在郭子仪、李光弼的持续攻打下，安庆绪兵败洛阳。他一方面向北逃命，一方面向史思明求救。史思明巴不得安庆绪滚蛋，不仅没有出兵，反而间接地向唐军提供情报。安庆绪一直逃到叶郡，收拢6万兵马，终于缓过气来。此时史思明的势力已经不容小觑，安庆绪打算派阿史那成庆带兵以安抚为由，进入史思明的大帐，然后除掉史思明。不料事情败露，被史思明抢先一击。从此之后，安庆绪和史思明彻底撕破脸。史思明在多方权衡之后，然后走了一步险棋，他带领13郡共计8万兵马，投降了唐肃宗李亨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，史思明的行动诠释了这句话。李亨听闻叛军的2号人物竟然来投降，喜不自胜，立即下旨封史思明为归义王、河北节度使。其实李亨看重的不是史思明本人的归降，他更希望借史思明的投降来向天下宣传自己讨伐叛军的成绩，以达到振奋唐军的作用。狡猾的史思明正是看准了这一点，他投降唐朝后，不仅从叛军摇身一变成了唐军，还得到了充分的给养。李亨和史思明是双赢，吃亏的是安庆绪，他本就独木难支，这下2人联手，他的处境更加艰难。其实从史思明投降唐朝的那一刻起，他早就想好了退路，因为他早晚还要反叛，却不想他麾下有一位唐朝旧将叫乌承恩。他把史思明的真实想法告诉了唐肃宗，唐肃宗大怒，和李光弼商量对策。李光弼认为不如借乌承恩之手除掉史思明，于是在公元758年初夏的一个晚上，范阳节度副使乌承恩接到李光弼的密信，让他择机除掉史思明。史思明狡猾至极，他早就在暗中监视乌承恩。当乌承恩和儿子持刀出现在他的房门外时，史思明一声令下，将乌承恩父子2人捉住，然后在乌承恩身上收到了李光弼的书信。这时史思明表演了一场戏，他把众将士召集过来，委屈地哭了起来，把朝廷骂成了一个负心汉，将士们纷纷被感染。然后史思明杀掉乌承恩父子，带着众人再次反叛。当时郭子仪等9位节度使带领20万唐军正在攻打安庆绪。史思明的反叛让众人始料未及，史思明拥兵13万前来，以迅雷之势奇袭魏州。魏州军民愤然反抗，被史思明屠杀3万多人，流血飘橹。这一年，史思明在魏州称帝，自称大圣周王。史思明本以为唐军会灭掉安庆绪，没想到他称帝后转移了唐军的注意力。李光弼等人率军60万向魏州扑来，郭子仪也正在往这里靠拢。史思明无所畏惧，他命大军向邺城退去，自己只带领5万人马和唐军打起了游击。几个月来，史思明神出鬼没，接连偷袭唐军。唐军虽然有60万，却没有占到便宜，因此后人说史思明在用兵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。3个月后，郭子仪列阵以待，史思明竟然借着一场沙尘暴的掩护，成功打败了郭子仪。唐军不能取胜，只得退兵。走到绝路的安庆绪看到史思明势头正盛，于是放低姿态要向史思明称臣。史思明表面上客气，说愿意和安庆绪互为邻国，相互帮衬。安庆绪大喜，亲自来谢史思明，要和史思明歃血为盟。不料史思明设好圈套，将安庆绪和他的4个弟弟全部勒死。从此安史之乱从安阶段转到了史阶段。战争打到这个时候，不管是叛军还是唐军，都已经是强弩之末。多年的内耗，粮草匮乏，大家都在死撑。面对郭子仪和李光弼的联合围攻，史思明虽然有几次失败，但却都没有伤其元气。史思明心思敏捷，善于用兵，但他没想到他最终会和安禄山一样，
栽在了自己儿子手里。公元761年，李光弼和史思明全面对峙，史思明命自己的长子史朝义修筑三角城，限期1天修完。第二天清晨，史思明亲自巡城，发现进度没有完成，对儿子大怒道：“等我消灭唐军，一定杀了你这个家贼！”10载，儿子被史思明吓坏了。史朝义身为史思明的长子，因为不是正妻亲生，屡遭父亲责难。当时更有传言，父亲打算废长立幼，再加上这次刺激，史朝义在部下的怂恿下，最终决定干一票大的，杀掉父亲，取而代之。公元761年4月，史朝义带领200多人提刀闯入史思明的寓所。史思明见势不妙，先躲到厕所，又翻墙逃到马厩里，但又被史朝义捉住。在死亡面前，史思明再次展现出他能屈能伸的特点。他向儿子下跪，说自己白天说错了话，让儿子饶自己一命。史朝义不听，史思明又说：“我这是为了不让你背负弑父的罪名啊。”史朝义仍旧下令将史思明勒死，尸体秘密运回洛阳。史思明机关算尽，最后却死于儿子之手，年仅59岁。历史有时候非常奇妙，史思明和安禄山从小相识，就连生日也只差1天，二人一同叛乱，同样的开始，也有同样的结局。冥冥之中似有天意。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大事件，一个繁荣的唐朝因为安禄山和史思明从此再未崛起。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毕竟不同，如果说安禄山是一只凶狠的白眼狼的话，那史思明就是一只狡猾的狐狸。王世贞在《王燕州重论》中曾评价史思明说，他的才能远在安禄山之上。史思明时不宜算，叛而又降，降而复叛，他每一次出手都非常精准。他善于用兵，打败过郭子仪和李光弼。若安史之乱一开始就由史思明领导，那对唐朝的破坏力肯定会更大。如果史思明没有被儿子所杀，那么他的存在将让唐朝更加尴尬。剑桥中国隋唐史说，史思明任叛军领袖后，证明他是一位杰出的将领。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年将他杀害，他很可能推翻唐朝。但安史之乱作为唐代历史的大事件，关于史思明，后人对他了解甚少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我们以历史来研究现实，在当今局势下，仍有许多史思明正躲在安禄山的身后，不由令人警醒。